阿信的裤腰带又松了。这事儿在石头村算不得什么新闻，倒像是一天3顿的饭，成了人们嘴里嚼得最烂也最香的料。阿信是个寡妇，刚搬来村里不到半年，人长得就像山泉边刚探出头的水葱，嫩得能掐出水来。眼睛会说话，腰身会勾人，特别是那根总也系不紧的裤腰带，仿佛是故意留的一道缝，好让村里男人们的目光能钻进去，挠得心里痒痒。村里的女人们提起阿信，嘴一撇，唾沫星子能啐出3尺远。狐狸精、骚寡妇，各种难听的词儿像烂泥巴一样往他身上呼。可男人们不这么想，嘴上跟着婆娘骂，心里却都惦记着。干活累了，往村口大槐树下一坐，眼神就不自觉地往村东头那座孤零零的小泥屋瞟。那里就是阿信的家。阿信似乎从不在乎这些，他依旧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件半新不旧的红袄子洗得发白，却被他穿出了别样的风情。他见了谁都笑，那笑声像清脆的铃铛，尤其是对着村里有头有脸的几个男人。比如家里有10几亩好地的老孙，每次阿信从他家门口过，总能得些瓜果蔬菜。再比如村里唯一的屠夫老张，阿信去买肉，老张的刀总会多往下切那么1寸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到了阿信的篮子里，分量总是要足一些。当然最特别的还是村长老李。老李50出头，身板硬朗，一张国字脸，不苟言笑，在村里威望极高。谁家有纠纷，谁家有难处，都得他来断。他就像石头村的定海神针，沉稳可靠。老李有个儿子，在镇上当学徒，家里就剩他和婆娘，还有一个刚满16岁的闺女小莲。小莲长得清秀，性子却和他爹一样沉闷得很。老李对阿信的态度是全村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他不止一次在全村人面前板着脸训斥阿信，说他行为不端，有辱村风。可那训斥的话听在有心人耳朵里，总觉得少了点真正的火气，倒像是长辈对不懂事晚辈的嗔怪。而且人们发现，老李训斥完阿信，阿信非但不收敛，反而第2天会穿得更艳。路过村长家门口时，那声李大叔喊得更是千回百转，甜得发腻。村里的后生阿牛是个老实巴交的石匠，他爹娘死得早，一个人过活，每天就知道抡着锤子跟石头较劲。他对阿信起初是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瞧不上，他觉得一个女人家不守本分，整天抛头露面，实在是不像话。尤其是他心里偷偷喜欢着村长的女儿小莲，觉得小莲那样的安安静静、本本分分才是好姑娘。每当看到小莲因为阿信的事情被村里人指指点点，说他爹管不住外面的妖精，阿牛心里就憋着一股火。这天阿牛去山里采石，回来时抄了条近路，正好要路过村东头。天色擦黑，他远远就看见阿信家的小泥屋里亮着灯。他本想快步走过，不愿沾惹是非，却听见屋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。那哭声很轻，断断续续，像小猫的呜咽，和他平日里听到的阿信那爽朗的笑声完全是2回事。阿牛心里好奇，脚下就慢了下来。他借着墙角的阴影，悄悄凑到窗户底下。窗纸破了个小洞，他把眼睛贴上去往里瞧。屋里陈设简单，一张破桌子，2把旧椅子。阿信背对着窗户坐在桌边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他对面坐着的竟是村长老李。老李没有平日里的威严，他一脸复杂地看着阿信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。桌上摆着一小碟花生米，一壶酒。
阿牛心里咯噔一下，暗骂一声，果然不清不白。他正要走，却听见阿信带着哭腔说话了：“李大叔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一个寡妇人家，无依无靠，他们都欺负我。”老李叹了口气，声音沉沉的：“阿信，我也难。村里人嘴碎，我又是村长，总得顾着点脸面。你也收敛一点，别整天跟老孙他们眉来眼去的，像什么样子？我有什么办法？”阿信猛地抬起头，阿牛从窗洞里正好看见他满是泪痕的脸。“我不那样，谁肯帮我一把？那一篮子菜，那2两肉，要不是我豁出这张脸皮去，谁会白给我？我一个女人家，又没田又没地，总不能饿死吧？”老李沉默了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放下酒杯时，他像是下了什么决心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推到阿信面前：“这个你先拿着，省着点用，别再出去招惹是非了。”阿信打开布包，里面是几块碎银子。他愣住了，抬头看着老李，眼睛里满是感激：“李大叔，你真是个好人。”老李摆摆手，站起身：“行了，我得回去了，被人看见不好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”说完，他便拉开门，警惕地朝外看了看，快步消失在夜色里。阿牛在墙角下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原来事情是这样的，阿信的放荡是为了生存，而村长也并非和他有染，反倒是在暗中接济他。他想起自己之前对阿信的偏见，脸上有些发烫。看来是自己错怪他了。从那天起，阿牛在看阿信时，眼神里就少了几分鄙夷，多了几分同情。他甚至有几次把自己打的猎物悄悄地放在阿信家门口。他没留名，但他知道阿信肯定猜得到，因为第二天阿信见到他时，会对他笑得格外灿烂，那笑容里少了些许风尘，多了几分真诚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像阿牛想的那样往好的方向发展。阿信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他开始更频繁地和老孙来往，甚至有一次被村里的长哲父看见，大半夜的，老孙才从阿信家里出来，衣衫不整。这下村子彻底炸了锅，流言蜚语像瘟疫一样传得比什么都快。人人都说阿信是为了老孙家的钱，连脸都不要了。还有人说看见阿信买了红头绳和新布料，准是老孙给的钱。村长老李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。他在村里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阿信的鼻子骂，说他再不检点就把他赶出石头村。阿信这次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只是低着头任由老李骂，那样子倒像是默认了所有指控。阿牛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他不相信阿信是那样的人。前几天他还亲眼看见阿信把一块新布料偷偷塞给了村西头家里有5个娃的王嫂。王嫂家穷得叮当响，孩子连件囫囵衣服都没有。那布料想必就是人们口中老孙送的赃物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信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一边接受老孙的好处，一边又把这些好处转送给更穷的人。他一边在村长面前装可怜，一边又做着让村长难堪的事。这个女人就像一团迷雾，让阿牛怎么也看不透。最让阿牛感到不安的是他有一次无意中撞见的一幕。那天他从后山采石回来，路过一片小树林，听见里面有动静。他以为是野猪，便提着锤子悄悄摸了过去。可走近了才发现是阿信。他正对着一棵大树，手里拿着一根粗壮的木棍，一下一下地用力挥舞着。那动作根本不像一个弱女子，
反而充满了力量和一种说不出的恨意。他的眼神冰冷得像山里的冬潭，每一次挥棍都带着呼呼的风声。阿牛注意到他的手上布满了老茧，那是常年干重活或者练武才会有的。一个靠着卖笑讨生活的寡妇，手上怎么会有这样的老茧？他练习棍棒又是为了什么？阿牛的心里升起一个巨大的问号，伴随着一丝寒意。他觉得阿信的身上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这个秘密似乎和村长老李有关。阿牛开始留心观察老李，他发现老李最近总是心神不宁，尤其是在没人的时候，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发呆，眉头紧锁，像是有什么天大的心事。有一次，阿牛给村长家送修好的石磨，正好碰见老李在屋里看一幅旧画。那画上是一个温婉的女人，眉眼间竟和阿信有几分相似。老李看得出神，连阿牛进来了都没发觉。直到阿牛喊了一声李大叔，他才像被针扎了一下，猛地回过神，慌乱地把画卷了起来，藏到身后。你来干什么？老李的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慌。石磨修好了，我给您送过来。阿牛把石磨放下，眼睛却忍不住往老李藏画的手上瞟。哦，好，放那儿吧。老李的眼神躲躲闪闪，匆匆付了工钱，就把阿牛往外推。走出村长家，阿牛心里的疑团更大了。那个画上的女人是谁？为什么村长看到她会是那副表情？她和阿信又有什么关系？线索像一根根散乱的麻线，在阿牛的脑子里交织。他想起村里老人闲聊时偶尔提起的往事。大概10年前，石头村的村长还不是老李，而是姓陈。陈村长有个女儿叫阿月，聪明漂亮，是村里的一枝花。后来陈村长突然得疾病死了，没过多久，他婆娘也上吊自尽了。而那个女儿阿月，据说是受不了打击，跟着一个外乡的货郎跑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陈村长死后，当时还是副村长的老李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村长。阿月、阿信这2个名字在阿牛的脑海里反复回响。他猛地打了个激灵，一个大胆的让他自己都害怕的念头冒了出来。难道阿信就是当年的阿月？这个念头一出来，之前所有想不通的事情似乎都有了答案。如果阿信就是阿月，那他回到石头村就绝不是为了讨生活那么简单。他是在报仇。报什么仇？他爹不是病死的吗？他娘不是自杀的吗？难道当年的事另有隐情？而这个隐情就和现在德高望重的老李村长有关。阿牛被自己的推测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他不敢再想下去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老李就不是他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正直，而阿信也不是人们眼中的淫女，他是一个背负着血海深仇的复仇者。他所有的放荡都是伪装。他接近老孙是为了制造混乱，让老李放松警惕。他接济穷人是为了收买人心，在关键时刻能有人替他说话。他一次次挑衅老李的底线，是在试探他，也是在折磨他，让他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。而那个深夜的哭诉，那场在阿牛看来是真情流露的戏，恐怕也是演给某个人看的。老李当时真的信了吗？还是说他也在演戏？阿牛觉得自己的脑袋快要炸了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石匠，却无意中窥探到了一个如此惊心动魄的秘密。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是……就在阿牛纠结万分的时候，村里出了一件大事，老孙家遭了贼。
丢的不是钱财，而是他视若珍宝的一块祖传玉佩。老孙急得火上房，立刻就报到了村长那里。他说，前一天晚上只有阿信去过他家，而且有人看见阿信第二天就去了镇上，回来时手上多了一个亮闪闪的银镯子。人证物证俱在，矛头直指阿信。老李当即带着村里的几个壮丁，气势汹汹地冲到了阿信家。阿牛不放心，也远远地跟了过去。阿信家里围满了看热闹的村民，大家对着阿信指指点点，骂得比任何时候都难听。你这个不要脸的贼，我们村怎么就容了你这种人？老孙指着阿信的鼻子，唾沫横飞。阿信站在院子中间，脸色苍白，但眼神却异常平静。他看着冲在最前面的老李，嘴角甚至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。李村长，老孙说我偷了他家玉佩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老李冷哼一声，全村人都知道你和老孙不清不楚，你缺钱花，不是你偷的，是谁偷的？把你手上的镯子交出来，肯定就是你用那玉佩换的。这镯子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。阿信淡淡地说。你的钱？你的钱从哪儿来的？还不是从男人身上刮来的。人群里一个妇人尖声叫道，引来一阵哄笑。老李的脸色铁青，他一挥手，少废话，给我搜！我就不信搜不出那块玉佩。几个壮丁立刻就要往屋里冲。阿牛心一横，从人群里挤了出来，挡在了阿信身前。慢着！阿牛大喊一声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惊讶地看着这个平日里闷声不响的石匠。老李也皱起了眉头。阿牛，你干什么？这里没你的事，滚开！村长，阿牛迎着老李的目光，一字一句地说，凡事都要讲证据。你说阿信偷了东西，就因为他穷，因为他和老孙走得近，这不公平。老李没想到阿牛会替阿信出头，一时竟有些语塞。阿牛哥，你别管了，这是我的事。阿信在阿牛身后轻声说，他的声音里没有了往日的妩媚，只有一种让人心安的沉稳。阿牛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从他的眼神里，他读懂了什么。他点了点头，默默地退到了一边。但他没有走，而是站在离阿信最近的地方，一双眼睛像鹰一样盯着老李。老李被阿牛刚才那么一搅和，心里也有些犯嘀咕，但他当着全村人的面已经骑虎难下。他咬了咬牙，亲自带人冲进了阿信的屋子。屋里被翻得底朝天，床板被掀了，箱子被倒空了，连灶台里的灰都被扒了出来。可是别说玉佩了，连块玉的影子都没找到。老孙的脸变成了猪肝色，老李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搜，给我仔细搜，肯定藏在什么地方了。老李嘶吼着，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。他亲自上阵，把阿信的被褥都撕开了，棉絮飞得满屋子都是。就在这时，阿信突然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。李村长，你这么卖力地帮老孙找玉佩，是不是因为那玉佩根本就不在老孙家，也不在我这里，而是在你身上？这句话像一道惊雷，在人群中炸开。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，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老李。老李的动作僵住了，他缓缓地转过身，脸色煞白，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和恐惧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。阿信冷笑一声，他一步步地走向老李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他的心上。10年前，我们陈家也丢过一样东西，那是我爹最喜欢的一个鼻烟壶，翡翠的，上面刻着一棵松树。我爹死后，
那鼻烟壶就不见了。你说巧不巧？老李的嘴唇开始哆嗦，冷汗从额头上冒了出来。阿信没有停下，他继续说，我爹死的也很巧，前一天还好好的，第二天就说是得了疾病，一晚上人就没了。给他看病的大夫没过半个月就说是采药摔下了山崖。李大叔，你说这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多巧事？人群开始骚动起来，人们交头接耳，脸上写满了惊疑。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似乎也想起了当年的旧事，看向老李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还有我娘，阿信的声音里带上了气音，但那不是软弱，而是淬了毒的悲愤。我娘为什么上吊？真的是因为伤心过度吗？还是因为有人趁着我爹尸骨未寒就闯进家里，行那禽兽不如之事？我娘不堪受辱，才悬梁自尽。你血口喷人！老李终于爆发了，他指着阿信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你这个疯女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阿信的目光突然落在了站在人群后面，脸色同样惨白的小莲身上。小莲是老李的女儿，她一直躲在人群里，此刻被阿信看到，吓得浑身一抖。阿信缓缓地对小莲说，小莲，你还记得吗？10年前你爹刚当上村长那会儿，你手上戴过一个很漂亮的银锁，那银锁是你爹送给你的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那银锁是我娘的嫁妆，上面还刻着一个很小的月字。小莲的脸唰的一下变得没有一丝血色，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腕，虽然那里早已空无一物。阿星又把目光转向老李，李大，不，我应该叫你李叔叔。你还记得吗？你当上村长后就搬进了我们家那座青砖大瓦房，你说是我家没人了，你替我们看着。可你睡在我爹的床上，用着我家的东西，就不怕我爹娘半夜来找你吗？我爹死的那天晚上，你来过我们家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你跟我爹在屋里吵架，声音很大。阿信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充满了控诉的力量。你走之后，我爹就倒下了。你敢说我爹的死跟你没关系吗？老李彻底慌了，他指着阿信，语无伦次地对村民们喊道，别听他胡说，他是疯了，他是陈家的女儿阿月，他回来报仇了，他是为了我们家的财产。他这话不说还好，一说反倒坐实了阿信的身份。村民们一片哗然，原来这个淫女阿信竟然是当年那个可怜的阿月。人们看他的眼神瞬间从鄙夷变成了同情和愧疚，他们想起这半年来对他的辱骂和白眼，脸上都火辣辣的。我爹娘的死就是你一手造成的。阿月指着老李，字字泣血，你觊觎村长的位置，觊觎我家的财产，甚至觊觎我娘，你毒死了我爹，逼死了我娘。李鬼头，你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生！李鬼头是老李的小名，已经很多年没人叫过了。这个名字从阿月嘴里喊出来，带着无尽的怨毒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老李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没有。阿月冷笑，老孙的玉佩是你偷的吧？你偷了玉佩，然后栽赃给我，就是想借着搜查的名义找到我藏起来的证据。你怕了，对不对？你怕我找到能给你定罪的东西。老李的心理防线在阿月的步步紧逼之下终于崩溃了，他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他喃喃自语，像是丢了魂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阿月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我这半年来装疯卖傻，忍辱负重，
就是为了今天。我就是要让全村的人都看看，你这个道貌岸然的村长，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他转向目瞪口呆的村民们，朗声说道：各位乡亲，我阿月，陈家的女儿，今天回来了。我不是什么淫女，我爹不是病死的，我娘也不是自杀的，杀人凶手就是他，李鬼头。真相大白。石头村的天像是被这声控诉撕开了一道口子，所有人都被这个惊天的反转震得说不出话来。他们看着瘫在地上的老李，又看看一身傲骨满眼是泪的阿月，心中百感交集。那个平日里受尽白眼的狐狸精，原来是背负血海深仇的孤女。那个受人尊敬的村长，原来是杀人夺产的恶魔。老孙的玉佩自然也在老李的身上被搜了出来。他想栽赃阿月，却没想到阿月将计就计，设下了这个局，逼他自己露出马脚。他以为阿月在第5层，实际上阿月在大气层。他早就料到了他会狗急跳墙。至于当年给陈村长看病的那个大夫，后来也有人说并不是失足摔死的，当年就有人看到他死前曾和老李在山里秘密见过面，只是当时没人敢说。铁证如山，加上村民们的指证，老李再也无法狡辩。他做的那些恶事像剥洋葱一样被一层层的揭开，露出了里面腐烂发臭的信子。他被愤怒的村民们捆了起来，扭送到了镇上的衙门。据说最后判了秋后问斩。老李的婆娘受不了这个打击，一夜白头，带着女儿小莲悄悄地离开了石头村，不知去向。而阿月在报了血海深仇之后，却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夺回村长的位置，或是拿回家产作威作福。他把那座青砖大瓦房让给了村里最穷的几户人家住，自己依旧住在村东头那座小泥屋里。他脱下了那件刺眼的红袄子，换上了一身朴素的青布衣裳。他不再化着浓妆，素面朝天的他更显清丽。他也不再见人就笑，但他看到真心帮助过他的村民，会露出一个发自内心的温暖的微笑。村里人对他充满了敬佩和愧疚。他们选了村里一个最公道的老人当了新村长。大家的日子似乎又回到了正轨，但又有些不一样了。人们在茶余饭后不再嚼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舌根，而是懂得了眼见不一定为实。阿牛这个老实的石匠成了村里年轻人最佩服的人，因为在所有人都误解阿月的时候，只有他选择了相信和保护。阿月也记着他的好。有一次，阿牛又悄悄地把一只打来的野兔放在他家门口。这次他没有立刻走。门开了，阿月站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。进来喝碗汤吧，天冷。他轻声说。阿牛挠了挠头，憨憨地笑了。他走进那间曾经被他认为是藏污纳垢的小屋，如今却觉得这里比任何地方都干净，都温暖。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屋里。阿月那根曾经总也系不紧的裤腰带，如今系得整整齐齐。一个曾经被所有人唾弃的淫女，用她的智慧和坚韧洗刷了冤屈，惩罚了恶人，也教会了整个村庄一个道理。而他自己也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，那不是财富，也不是权力，而是安宁。是在报了大仇之后，可以安安心心在阳光下喝一碗热汤的平静的生活。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，这报应或许会迟到，但它从不会缺席。就像石头村的春天，总会在熬过漫长的严冬后如期而至。